近几年，很多人在考虑是否要加盟一个咖啡店、奶茶店、火锅店，或者是像豪大大鸡排那样的小吃店。如今，这种广告真的是铺天盖地的。这些店都号称自己的品牌优势非常强，还会有专门的团队帮你搞定店铺、装修和团队招募，你只要躺在那边数钱就可以了。你想一想，这些品牌自己都找了大咖来做代言，你还亲身体验过他们的服务，这种坐在家里数钱的生意，它不香吗？如果你现在因为一些原因也想进入加盟领域，那么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视频想给你揭露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内幕，希望你可以谨慎考虑再做出决定。而这里面讲到的套路，不仅仅是加盟店，也是我们在生意场上经常会遇到的。据从事餐饮行业的专业人士透露，一个餐厅要想迅速走红并不容易，需要经过漫长的积累才能吸引大量的顾客。然而，如果有明星加持的话，可以帮助餐厅快速聚集人气，并为品牌带来可信度。这样一来，即使你的菜品或奶茶价格比竞争对手贵出20%-30%，甚至40%-50%，顾客也会买单。加盟店在经营时通常无需雇佣高级大厨，因为他们可以依靠中央厨房的流水线供应链来提供产品，并获得系统化的员工培训和人力管理上的支持。这种高收益、低成本、低投入的生意着实令人心动。以陈赫先前开的火锅店为例，由于利润特别高，他在1年内扩张到了500家门店，光是加盟费就达到了30多亿元。而顶着周杰伦光环的 Moki Moki 奶茶，更是开到哪里就火到哪里。在明星加持的情况下，加盟店成为市场上的主流，加盟费也水涨船高。然而，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其实并不能阻止下面的浑水摸鱼。我们一定要记住，加盟店的本质是让绝大多数加盟者赔得血本无归。那么，加盟生意是如何盈利呢？首先，高昂的加盟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许多加盟店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会在营销和宣传方面玩一些文字游戏，声称他们是零加盟费的，但实际上这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入坑。的确是没有加盟费，但存在高额的保障金。他们给这个保障金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为了控制品牌质量，防止加盟商从事不法行为，损害品牌利益。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加盟商不违反合同规定。然而，你要相信，保障金里99%的金额，可能你再也无法看到了。他们有很多方法扣除你的保障金，比如，如果你经营2年后无法继续维持下去，生意下滑，想要退出，他们会要求你支付毁约费和剩下的合同费用。再或者，他们可能会随便派几个工作人员巡视你的店铺，找出卫生操作上的问题，并以此为由扣除你的保障金。如果你不服气，想要打官司，你要明白，加盟合同是对方制定的，完全针对加盟方，而不是保护双方利益的。几十万保证金和加盟费都不是最大的支出，最可怕的是，你后面要付给品牌方的费用，很可能是一个无底洞。品牌方好不容易让你上套，绝不会轻易放过你。此外，加盟店的装修水平肯定要好，必须要与明星光环相匹配。你不能自己找装修队，必须使用指定的装修队，并且不能还价。对于咖啡、奶茶和火锅等产品，看似没有厨师，但对半成品的要求却非常高。你需要大量进货，珍珠、奶粉和配菜等都必须从加盟店的品牌方那里采购。我们建议最好不要拿到货物后去市场比较，因为品牌方会告诉你他们的食材都是高质量的，超市里的产品可能更便宜，但那些是不能给顾客吃。而此时你还会发现，你不仅需要向品牌方进货，还需要提前支付几十万甚至更多的进货款。如果被发现私自购买原材料，品牌方就会采取措施对付你。以加盟一个明星开的火锅店为例，整体的装修、进货，还有施加在你身上的广告宣传费用，以及加盟费、保证金等，这些费用加在一起后，你会发现自己更像是在养活品牌方，而不是在为自己赚钱。事实上，绝大部分加盟店最终都会赔本。在加盟合同中，你可能以为加盟品牌后，
品牌方会提供全面的开店流程，并帮助你选址，但实际上他们只会选择那些大型商圈的位置，并且更青睐店铺面积较大的地方。这样的逻辑就好像让一个小学生来帮你选址，他也很容易选出来。但对你而言，这一类店铺租金会更高，最终你会发现自己是在为房东打工，能进自己口袋的钱也是所剩无几。如果你对他们有所质疑，他们会立即带你参观一些火爆的餐厅，展示他们的伟大成果。然而，这些门店往往被指定为样板店，这就像买房时展示的样板间一样。如果你认为最终盖出来的房子和样板间完全一样的话，那这种想法就太天真了。当你的生意出现亏损时，品牌方往往会推卸责任。他们会告诉你，在生意经营中，他们的责任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关键取决于创业者自己的努力。即使你的生意不赚钱，你仍然需要承担各种费用，因为合同中明确规定，加盟商赚钱与否和品牌方无关。有些加盟品牌甚至会对加盟商进行考核，要求他们在样板店免费工作1个月，并在获得他们的认可，且得到推荐信后才能获得加盟权利。虽然品牌方声称这是为了让你更好地掌握经营技能，但实际上，样板店的店长只关心能否让你感受到门店的繁忙，以及是否可以让你在那边舒心的做1个月，从而让他们获得更高的提成。他们的主要目标并不是真正教会你技能，而是让你看到未来可以赚钱的希望。这种加盟骗局不仅存在于海外，同样也存在于国内。即使是像麦当劳、汉堡王、必胜客这样的全球知名加盟店，他们背后的本质和奶茶店、火锅店的加盟模式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并非每个店铺都能赚钱。品牌商的真正作用是赋予你商业模式的框架和一定程度的确定性，但这种确定性无法对抗社会上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举例来说，对于一家便利超店，在同一街角口同时有2家面对面的店铺，他们的经营情况可能完全不同，一家赚钱，而另一家可能亏损。因此，如果你决定自己开一家店，需要明白这是一条艰辛且充满挑战的道路。首先，开店最核心的逻辑是吸引顾客进店购买产品，因此店铺的位置非常重要。然而，人流量多并不代表顾客有购买欲望，而且位于繁华地段的店铺租金通常很高。因此，我们经常看到在城市中最繁忙的地方，店铺的转手情况频繁。若将店铺开在商场内，人流量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且有更好的保安系统。然而，商场内的租金往往较高，而且你必须按照商场的要求来规定营业时间，这可能限制了你的自由度。例如，在某些商场中，你可能无法超过规定的下班时间。此外，有些购物中心对店铺的装修费用有最低要求，可能需要投入较大的资金才能达到他们的标准。开店经营中，你可能会发现赚取的收入实际上就是你劳动的回报。中小型生意的道路上充满了各种意外情况，你可能会遇到员工盗窃店内现金，顾客因食物问题向你敲诈勒索，或者面临同墙的恶性竞争，甚至可能发生你的合伙人突然退出并将资金全部撤走的情况。各种令人沮丧的故事都在等待着你。因此，不要以为只要自己努力认真、诚实守信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有时对方可能会寻找你的一点疏忽或漏洞，从而对你进行针对性的攻击。然而，我们并不是在建议你不要创业或做自己的生意，而仅仅只是去找一份工作混日子。我们的本意是，赚钱不可能只是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做，等着钱自动进入口袋。赚钱的底层逻辑是不断学习，并像锻炼肌肉一样，它其实是你不断提升的商业能力的一种外在展现。一路上，你将不可避免地经历各种挑战和困难，但是我们是否有一些捷径，能够尽量避免走弯路呢？在你决定经营自己的生意之前，有几点非常重要。
首先，你可以以较低的姿态进入某个行业，无论是通过打工还是支付学费，这样你能够悄悄感受这个行业的工作强度，看看它是否符合你的期望。此外，你还能了解该行业的盈利模式以及可能遇到的挑战，以此来评估自己是否做好了准备。第二点是向一些高手学习。很多人错误的认为成功的人不会分享自己的思路，但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人愿意总结经验，不断积累，我们的人类文明才得以不断进步。你只需用心寻找，就会发现身边有许多乐意分享的高手。此外，互联网资源也为我们提供了便利，你可以在网上搜索到许多创业者必备的技能和基本原理，至少能帮助你避免一些常见的困境，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只有这种方法才可以让自己辛苦努力赚回来的钱投资到自己的生意上面，得到一个稳定的回报。那么，我们本期的财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这期的节目也一如既往，让你对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多了一些新的角度和思路。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和订阅哦，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这里是金融致富，我们很快又会再见了。